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突然，丈母娘把碗一摔，抱怨了起来：“你弟弟月薪15万，你们俩才2万，我跟着你们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谁知老婆没说话，起身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直接塞进了车里，一脚油门开到了小舅子家门口。妈，您不是想过好日子吗？我弟弟家到了。开门的小舅子看着行李箱和婆婆，脸当场就黑了，碗砸在桌上，白瓷片溅开，一片崩到我手边，还带着汤汁的温度。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我丈母娘秦淑芬拍起了大腿，跟了你们，我一天好日子没过上。你看看你弟弟韩征，一个月挣15万，你们俩呢？2个人加起来2万块，养条狗都嫌寒碜。他通红的眼睛瞪着我老婆韩瑞，韩瑞低着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狼藉，那盘锅包肉是他下班后特意去秦淑芬最爱吃的那家买的，现在菜汤混着瓷片，流得满桌都是。我刚想说2句软话把这事接过去，谁知韩瑞噌地站了起来，走到秦淑芬身后，二话没说，抓住她的胳膊，一把将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点迟疑。见状，秦淑芬直接懵了，大声尖叫起来：“韩瑞，你干什么？你要打你妈吗？反了你了！”韩瑞没理会，拖着她就往门口走。秦淑芬不断挣扎：“疯了，你疯了！”我赶忙跟在后面，心跳的厉害。韩瑞打开门，就把秦淑芬往外推。门口墙边立着一个行李箱，大小用来装一个老太太4季的衣服，足够了。我心里一惊，他什么时候准备的？他把箱子拉杆抽出来，另一只手把还在哭嚎的秦淑芬推进电梯。他的侧脸线条绷得像石头。电梯门关上，隔绝了秦淑芬的咒骂。韩瑞拉着箱子转身看向我，眼神很平静。走，下楼。去哪？我的声音有些发抖。送妈去过好日子。车库里，韩瑞把行李箱扔进后备箱，又拉开后座车门，把秦淑芬硬塞进去。整个过程像演练过无数遍。韩瑞，你别冲动，妈就是那个脾气。他也不废话，启动汽车，引擎发出一声轰鸣，车猛地窜了出去，推背感把我死死按在座椅上。而后座的秦淑芬还在骂：“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没良心，外加还有个挑拨离间的，你们俩这么做是会遭天谴的。”可韩瑞任凭他咒骂，一言不发，只盯着前面的路，油门踩得很深，车开得很快，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我看着熟悉的路线，心里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大概半小时后，车在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口停下，门口的保安认识韩瑞的车，直接放行。车最终停在楼王位置的单元门口。韩瑞回头看着后座上有些虚脱的秦淑芬，语气平淡的像什么时候都没发生过。妈，到了。到哪了？秦淑芬嘴里喘着粗气。您不是想过好日子吗？韩瑞拉开车门，指着那栋灯火通明的楼。我弟弟家到了。顺着韩瑞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秦淑芬脸上咒骂的表情瞬间凝固了。韩征这套房子是前年买的，市中心，大平层，230平。秦淑芬来过一次，回去后念叨了我们3个月。哎呀，你说小征新家的地砖能照出人影，吊灯多得像水晶宫，我要是能住在那里，短寿10年都愿意。现在他离水晶宫只有几步路。韩瑞没给他太多反应时间，从后备箱取出行李箱，走到后座门边，把还愣着的秦淑芬拽了出来。韩瑞，你这是干什么？秦淑芬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惊慌。送您来享福。韩瑞把行李箱的拉杆塞进他手里。韩征一个月15万，他养得起您，以后您就跟他过，我们2万块就不拖您后腿了。说完，他转身就走，拉开驾驶座的门准备上车。秦淑芬彻底慌了，扔下行李箱就去拽他的胳膊。你不能走，韩瑞，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要把你妈扔给你弟弟？不是扔，是成全您。他掰开秦淑芬的手，然后坐进车里。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我应该下去劝他，但我的身体动不了。我看着这个我结婚了4年的女人，第一次觉得如此陌生。此时的秦淑芬开始疯狂地拍打车窗，哭喊声混着巴掌拍在玻璃上的闷响。韩瑞，你个白眼狼，我白养你了！你要把我丢下，我就死在这。韩瑞发动了车子，他按下车窗，对着外面哭天抢地的秦淑芬说道：“妈，你不用死，我已经给韩征打过电话了，他说他马上下来接你。”闻言，秦淑芬的哭声一顿。我还跟他说，你以后就跟他住了，他挺高兴的，说早就想接你来享福了，就是怕我们不同意。话音未落，单元楼的门开了，韩征穿着一身丝绸睡衣，他拉着拖鞋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老婆柳如烟。韩征看到门口的秦淑芬和那个大行李箱，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他快走几步过来扶住秦淑芬：“妈，你怎么来了？姐，大晚上的，你们怎么回事啊？”他的语气带着一种责备，还夹杂着表演出来的关心。韩瑞没接他的话，只是隔着交代：“韩征，妈以后就交给你了，他想过好日子，全家只有你给得起。”此刻韩征的脸色彻底变了，他旁边的柳如烟暴毙站在那里，嘴角那点客套的笑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姐，你这什么意思？韩征的声调高了8度。什么叫交给我了？妈不是一直在你那住的好好的吗？不好，妈刚才在饭桌上说跟我们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羡慕你这儿，我就把她送来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韩征，又看了看他身后的柳如烟。你们不是一直说要孝顺吗？机会给你们了。说完，他升起车窗，一脚油门，朝着小区门口开去。后视镜里，韩征的脸黑得像锅底，柳如烟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而我婆婆秦淑芬被他们夫妻俩夹在中间，
手里抓着那个行李箱的拉杆，像一个被当场退货的包裹，茫然又无助。后视镜里，那个高档小区的轮廓越来越小，我能感觉到韩瑞身上散发出的低气压，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他先开了口，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小心翼翼地尝试问道：“那个行李箱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上个月。你早就想这么做了？”他应了一声，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从爸走的那天起，我就在想这件事了。我岳父是3年前心脏病突发走的，从那以后，邢淑芬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韩瑞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叶晨，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做的太过分了，很冷血？我没说话，他自嘲地笑了一下。我以前也觉得我是老大，我多担待一点是应该的。爸走了，我得照顾他。他说什么骂什么，我听着就行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是我发现我错了。他转过头看我，眼睛在黑暗里亮得惊人。可有些时候，忍耐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好欺负，从而变本加厉。今天他摔的那个碗，是我们结婚时婆婆送我们的那套。他说祝我们圆圆满满。我的心猛地一抽，那套碗我一直很爱惜，平时都收着。今天秦淑芬说想用新碗吃饭，我才拿出来的。他摔的不是碗，是我的脸，也是你的脸。韩瑞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心上。他从来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在他眼里，我们这个家只是他去韩征那里享福之前的过渡房，我们俩是给他养老送终的备胎。韩征两口子嘴上说的比谁都好听，一口一个妈您受苦了。可他们接过妈去住1天吗？没有，妈生病是我请假带她去医院，妈想吃什么是你下班绕远路去买。韩征除了张嘴说，还做过什么？说罢，韩瑞从副驾的储物箱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后直接震惊了，里面是韩瑞的字，密密麻麻，全是记录。我打开本子后，里面记录的内容震惊了。2022年2月17日，妈高血压，住院1周，医药费、护理费共计8754元。韩征只发了条信息，说姐你先垫着。2022年8月20日，妈看中一款按摩椅，12800元。告诉韩征后，他只回复了一句姐你对妈真好，我下月给你，没有下文。2023年2月15日，过年，我给妈红包5000元，韩征给妈红包1万元。妈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还是儿子有出息。这一笔笔，一条条，记录了这3年来几乎所有的开销，每一笔后面都清晰地标注着韩瑞付或叶晨付。韩征的名字只出现了寥寥几次，而且几乎每一次都伴随着以后给或者口头支持。我翻着本子，手抖得越来越厉害。这些我只觉得是家务事，是糊涂账，算不清的。可韩瑞把它算清了，所以他凭什么说他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韩瑞眼含泪水，声音里的冰冷几乎要溢出来。他想过好日子，可以。韩征有钱，韩征孝顺，那就让他来。我倒要看看他那1个月15万的好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是韩征打来的。抬头看向韩瑞，他对我点点头，接。我接通后打开了免提。喂，姐夫。韩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压抑的语气。是我。他带着命令的语气说道。我姐呢？让她听电话。我看向韩瑞，他眼睛盯着前方。此时整个车里的空气都绷紧了。见韩瑞没反应，我直接回复道：你姐在开车。开车？她把妈扔下就开车走了？她还有没有良心？那是我妈，也是她妈。韩征的声音瞬间拔高，听筒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电话这头的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似乎是在调整情绪。在开口时，韩征的语气明显软了下来，带着一种虚伪的、令人不适的通情达理。姐夫，我知道我妈那个人说话有时候不中听，可能今天又说什么话伤到我姐了。你劝劝她，一家人没有隔夜仇，赶紧把车开回来，把妈接回去。大晚上的，别让老人家折腾了。他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把一切都归结为韩瑞闹脾气，而他自己则是那个顾全大局的好儿子。姐，你听见了？听见了就赶紧回来，像什么样子？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韩瑞突然拿起了手机。回不去了。他的声音很冷，像冰块掉在铁板上。什么叫回不去了？姐，你别犯浑。我说的很清楚，妈以后就跟你住。你不是总说你有钱，能让妈过上最好的日子吗？现在你表现的时候到了。我那是客气话，你怎么能当真？韩征急了，索性也不再伪装了。再说了，赡养妈是咱们俩的责任，你怎么能全推给我？我没有全推给你。过去3年，妈一直住在我这，现在轮到你了，很公平。公平？我每个月都给妈打钱了。韩征喊道。闻言，我跟韩瑞都愣住了。什么钱？听韩征说他每个月都打钱，韩瑞瞬间急了。你打了多少？我花了多少？我这有账，你想不想对一对？电话那头立马没了声音。过了好一会儿，韩征才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说道：姐，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如烟她本来就对妈有点意见，你现在把妈送过来，我们家得炸了。你这不是帮我，是害我。那是你的事，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的。韩瑞，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韩征的声音变得尖锐。我不是在做绝。韩瑞一字一顿地说。我只是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兑现你那些孝顺的承诺。说完，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车厢里再次陷入寂静。我看着韩瑞，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重新发动了车子。我们回家吗？我小声问道。不，我们去一个地方。他打着方向盘，车子会入主路。车子开了大概20分钟，停在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连锁酒店门口。韩瑞停好车，对我说：“下车吧。”住酒店？我有些不解。今晚先住这儿。他拉着我往里走，在前台，他用身份证开了个房间，拿着房卡走进电梯。我终于忍不住问：“为什么不回家？家里现在就我们2个人了。”韩瑞按了楼层键，电梯门缓缓关上。他看着镜面里的我，说了一句让我脊背发凉的话：“因为我知道他今晚一定会回去。”酒店房间不大，但很干净。韩瑞说秦淑芬今晚一定会回去，我几乎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如果今晚我们回去了，门一开，看见坐在沙发上哭哭啼啼的秦淑芬，会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韩瑞从卫生间出来，用毛巾擦着脸。想明白了。我点点头。你想让他回去后发现家里没人？对，只有让他一个人在那个空房子里待着，他才会真正开始思考他为什么会被韩征赶出来，思考他以后到底要靠谁。他看着我，眼神异常严肃。只要我们心软一次，我们就输了，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赢了。我坐在床边，感觉浑身无力。他走过来，握住我冰凉的手。以前我总觉得多做一点就能让这个家和睦，你加班挣钱，我操持家里，我们尽力满足他的所有要求。我以为这样就是孝顺，但我错了。我们的退让只养大了他的胃口和不公。他一边心安理得地花着我们的钱，一边又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们挣得少。我的眼眶一热，眼泪掉了下来。这些委屈我从来没跟韩瑞说过，我以为他不知道，或者他也觉得是我应该受的。他伸手擦掉我的眼泪。都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不会了。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这次不是韩征，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接通后，一个尖锐的女声传来：“喂，是韩瑞吗？我是你三姨。”韩瑞的三姨是秦淑芬的亲妹妹，出了名的碎嘴，最会和稀泥。三姨，有事吗？你现在可真能耐了啊！你把你妈扔在你弟弟家门口就跑了。她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想活了。韩瑞，我跟你说，你妈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是天大的罪人。一顶不孝的大帽子就这么扣了下来。韩瑞没有生气，反而笑了笑。三姨，他跟我弟弟在一起，能有什么3长2短？我弟弟家那么好的条件，一个月挣15万，肯定能把妈照顾的比在我这儿好100倍。你应该替他高兴才对。三姨被他噎住了。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账话？你弟弟那是能一样吗？他工作忙，柳如烟又要上班，谁有空照顾你妈？您这话我就不明白了。韩瑞慢悠悠地说：“当初韩征和柳如烟结婚的时候，您不是到处跟人说柳如烟虽然是城里姑娘，但是懂事又孝顺吗？怎么现在连照顾自己婆婆的时间都没有了？”电话那头，三姨的呼吸声变得粗重。韩瑞没给她说话的机会，继续穷追猛打。三姨，你要是真关心我妈，就赶紧给韩征打个电话，让他千万别犯浑，别把他亲妈往外推，这可是天大的孝顺机会，别人想抢都抢不来呢。说完，他再次挂断了电话。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那个沉默寡言、习惯用行动代替语言的韩瑞，原来也可以如此伶牙俐齿。挂了三姨的电话，韩瑞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扔到一边。今晚谁的电话都别接，好好睡一觉，天他不下来。可我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秦淑芬、韩征、柳如烟、三姨，这些人的脸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韩瑞躺在我身边，呼吸均匀，似乎真的睡着了。但我知道他没睡。我们就这样，谁也没说话，一直到深夜。大概凌晨1点多的时候，韩瑞的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虽然是静音，但那光亮很刺眼。他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把手机递给我，是一条短信，来自韩征，内容只有一句话：算你狠，妈，我先接回来了，这事没完。看到这条短信，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一半。他接回去了。韩瑞拿回手机，删掉了短信。柳如烟不会同意妈常住，她今晚不接，闹大了，柳如烟那边更不好收场，她只能先妥协。那接下来呢？等着看，妈在那个好日子里能撑几天。他好像一点也不担心，我却无法停止想象秦淑芬住进韩征家的画面。柳如烟是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家里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而秦淑芬生活习惯粗放，嗓门大，还喜欢在家里囤积各种没用的东西。这两个人就像火星撞地球。韩征夹在中间，他会怎么做？第二天早上，我和韩瑞各自去了公司上班，一整天没有电话，没有短信。秦淑芬那边像是彻底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这种平静反而让我更加不安。然而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阿晨啊，你跟韩瑞是不是跟你丈母娘吵架了？我妈的语气很小心，我的心咯噔一下，这么快就传到我妈耳朵里了。妈，你怎么知道的？韩瑞他三姨今天上午给你大舅打了电话，说了一大堆，说韩瑞不孝顺，把你婆婆赶出家门，还说都是因为我没教好你，说你挑拨他们母子关系。我妈的声音里带着气愤，我直接把他三姨骂了回去。但是阿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跟我妈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这3个字：做得对。韩瑞这孩子，以前我就觉得他太老实，受了委屈都自己憋着，现在看来
他不是憋着，他是有自己的打算。阿晨，你们是夫妻，这件事你必须跟他站在一起。我知道了，妈。挂了电话，我心里那块最不踏实的石头落了地。我给韩瑞发了条微信，我妈知道了，她支持我们。很快，韩瑞回复道：知道了，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菜。我们没有回那个家，晚上依旧住的酒店。韩瑞说要等到对方先出招，可没想到的是，对方的出招比我们想象的更出乎意料。第二天我正在上班，公司前台突然打内线电话给我，说有一份同城闪送。我有些奇怪，我最近没在网上买东西啊。签收后，我捏了捏，感觉里面是几张纸。回到办公室，我拆开文件袋，里面掉出来的东西让我的瞳孔瞬间收缩。不是纸，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是我们的家，那个我们住了4年的家。客厅的沙发被刀划开了，连续翻了出来，电视屏幕碎了，像一张蜘蛛网。墙上我们结婚时挂上去的照片被取下来扔在地上，相框玻璃碎了一地。照片上我跟韩瑞的脸被踩上了好几个肮脏的脚印。文件袋里还有一张手写的纸条，字迹歪歪扭扭，明显是秦淑芬的笔记。你们不让我回家，我就让你们没家可回。我拿着照片的手抖得厉害，差点握不住。那个家是我和韩瑞一点一滴布置起来的，现在全毁了。我立刻抓起手机，拨通了韩瑞的电话，电话几乎是秒接。怎么了？他的声音很淡定，我的声音不受控制的颤抖。韩瑞，你快看微信，我发照片给你，家里出事了。我用发抖的手把那几张照片和纸条拍下来，给他发了过去。电话那头沉默了，但我能想象到韩瑞看到这些照片时会是怎样的心情。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重新开口，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我知道了。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报警？结果韩瑞的回复让我有些匪夷所思。千万别报警，如果报警我一家就完了。听闻我要报警，韩瑞的声音里有一种强行压制后的冷静。千万别报警，如果报警我一家就完了。闻言，我感到匪夷所思。难道他还是要妥协了？可接下来他的话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听我说，第一，不要报警，警察来了就是家庭纠纷，他年纪大了，警察最多批评教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我们陷入被动。第二，你现在什么都别做，正常下班，我去接你。可是家里的东西毁了就毁了，都是死物，只要他人不在那个家里，我们就赢了。他越是这么做，就越证明他越急，证明我们在韩征家的那步棋走对了。挂断电话后，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下班时间一到，我第一个冲出办公室，韩瑞的车已经等在楼下。车子没有开往酒店，也没有开往那个被毁掉的家，而是开到了我们常去的一家火锅店。店里人声鼎沸，热气腾腾。韩瑞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点了我最爱吃的锅底和菜。吃吧。他把涮好的第一筷子毛肚放进我的碗里。天大的事也要先填饱肚子。我没有胃口，只是看着他。他的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只是低着头，沉默地吃着东西，动作条理清晰。韩瑞，我轻声叫他，他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们真的不要那个家了吗？面对我的疑问，他放下筷子，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叶晨，你听着，从他摔碎那个碗开始，那个地方就仅仅只是一个房子了，不再是我们的家。他以为毁了房子，我们就会妥协，他想错了。他砸得越狠，我们就越不能回去。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这是我们家的钥匙，明天我们就去换锁，然后把这个房子挂出去卖了。闻言，我愣住了。卖掉。韩瑞点头，眼神里没有一丝犹豫。对，卖掉。然后我们拿这笔钱加上我们自己的存款，去付一个新房子的首付，一个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真正的新家。我看着桌上的那串钥匙，我有些迟疑。可是这房子是你爸给你留下的。这是一所老房子，虽然地段不错，但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岳父的名字。岳父去世后，按理说这房子有秦淑芬的一半，并且韩征也有继承权。韩瑞似乎早就料到我的疑问，语重心长地说道：房产证在我这里，爸走之前就跟我去办了过户，房子现在在我一个人名下。我震惊地看着他，这件事我从不知道。爸那时候就看出来了，他知道妈偏心韩征，怕他走了以后，妈会把房子折腾给韩征，让我没地方住，所以他提前做了安排。这件事只有我和他知道。我岳父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没想到他临走前为韩瑞铺好了最后一条路。此刻，韩瑞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所以现在我只问您，愿不愿意一起离开那个地方，重新开始？火锅的蒸汽氤氲在我眼前，让韩瑞的脸有些模糊，但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里的坚定，而我却犹豫了。韩瑞见我有些犹豫，便宽慰地说道：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决定，不用为我着想。见他已经下定决心，我用力地点了点头。我同意。那一瞬间，心里的所有委屈、愤怒和不甘，好像都有了一个出口。第二天，韩瑞直接联系了开锁师傅，门锁已经被秦淑芬从里面反锁了。师傅用了10几分钟才把门打开。门开的一瞬间，一股混杂着食物腐烂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比照片上更具冲击力。客厅里一片狼藉，碎玻璃、烂棉絮、破布条，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厨房里，冰箱门大开着，里面的东西被拖出来扔了一地。韩瑞面无表情地扫了一圈，随即转身对开锁师傅说道：师傅，麻烦您把这个锁芯换成最高级别的。好嘞。在师傅换锁的时候，韩瑞拿出手机，对着屋里拍了一段视频，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厨房、卫生间，每个角落都拍得很仔细。见状，我有些不解，拍这个做什么？留个证据。换好锁，我
我们拿了新钥匙，关上门。整个过程，我们没有踏进那个屋子一步。站在崭新的门前，韩瑞把其中一把钥匙递给我。从现在起，能打开这扇门的只有我们2个人。下楼后，韩瑞立刻联系了一家房屋中介，并且强调了一点：我们急售，价格可以比市场价略低一点，要求对方全款。中介的效率很高，马上就发布了房源信息。做完这一切，韩瑞才松了口气，紧接着转身对我说道：走吧，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新家。闻言，我直接惊呆了。原以为韩瑞只是说说，没想到他真的已经有了目标。他开车带我到了一个新楼盘，这里离我们上班的地方稍微远一些，但环境很好，绿化做得像公园。我上个月来看过，98平的小3房，户型很好，南北通透。我们卖掉老房子的钱，加上我们手里的存款，够首付了。售楼处内，看着沙盘上精致的模型，我心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就在我们跟销售了解户型的时候，韩瑞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在接通电话后，韩瑞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他没说几句话就挂了电话。走，韩征出车祸了。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突然炸。严重吗？不清楚。韩瑞的脸色很难看，一边快步往外走，一边说：电话是交警打来的，让我们家属过去一趟。他老婆柳如烟的电话打不通。我们立刻开车赶往交警电话里说的医院。路上，韩瑞一言不发，车开得又快又稳，我能感觉到他紧绷的情绪。虽然姐弟俩因为秦淑芬的事闹得不可开交，但血缘关系是无法割断的。到了医院，我们直接去了急诊室。我们找到了处理事故的交警。韩征是自己开车撞上了路边的护栏，车头损毁严重，人被卡在里面，救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看现场情况，可能是疲劳驾驶或者开车的时候分心了，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他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医生说不太乐观，右腿粉碎性骨折，还有些内出血。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心理准备，这6个字让走廊里的空气都凝固了。警察的话音刚落，抢救室的门就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神情疲惫。谁是韩征的家属？我们是。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医生的话让我们松了口气，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们的心沉了下去。但是内出血比较严重，需要立刻手术。另外，他的右腿我们尽力保了，但以后恐怕会留下残疾。闻言，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所有人都知道，这对于一个才30出头、事业正在上升期的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时，医生把手术同意书递给韩瑞。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们谁是直系亲属？我来签，我是他姐。韩瑞接过笔，手有些抖。就在要签下他的名字时，一个尖利的女声从走廊那头传来。等一下！所有人都转身看去，只见看到柳如烟和一个中年女人正快步跑过来，而那个中年女人是柳如烟的妈妈。柳如烟冲到医生面前，一把抢过韩瑞手里的同意书，眼睛通红，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们身上。你们来干什么？猫哭耗子假慈悲吗？韩征会出事，都是被你们害的。柳如烟的声音歇斯底里。这几天你们把他妈扔过来，家里天天鸡飞狗跳，我妈过来劝架，你妈连我妈都骂。她要不是被你们逼得快疯了，怎么会出车祸？柳如烟他妈也跟着帮腔。就是我女儿嫁到你们韩家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受气的。现在好了，人撞成这样，以后下半辈子怎么办？这事你们必须负责。我被他们这番颠倒黑白的指责气得说不出话。韩瑞却异常冷静，他看着柳如烟，质问道：我妈呢？韩征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这个当妈的人在哪？面对韩瑞的质问，柳如烟的眼神闪躲了一下，随即又理直气壮地喊道：我怎么知道他在哪？昨天晚上又哭又闹，说我们不孝顺，今天一早就跑出去了，谁知道他死哪疯去了？谁知话音刚落，他的手机就响了。柳如烟不耐烦地接起来，大吼道：谁啊？电话的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看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见状，韩瑞弯腰捡起他的手机，放到耳边，听了几秒钟，他的脸色也变了。挂掉电话后，他声音干涩地说道：妈，在派出所，他把我们家的锁撬了，被邻居举报，当成小偷抓起来了。柳如烟他妈最先反应过来。什么？亲家母被抓了？哎呦，这叫什么事啊？造孽啊！柳如烟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顺着墙滑坐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完了，全完了。韩瑞把手机还给柳如烟，然后对我说：你在这里守着，我去派出所。我跟你一起去。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紧接着他跟医生交代了一番。手术我们同意，费用我们先垫付，然后转身就走了。柳如烟母女俩还瘫在地上，没有一个人上来拦我们。韩征的手术，此刻在他们眼里，似乎还没有秦淑芬被抓这件事更让他们崩溃。到了派出所，我们在接待室里等了10几分钟，才见到处理这件事的民警。民警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你们就是韩瑞和叶晨，房主？是的，警察同志。韩瑞点了点头。你们的母亲秦淑芬女士撬锁进入自己女儿的家，构不成盗窃罪，但是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邻里治安，我们已经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民警喝了口水，继续说道：主要是她情绪太激动了，一直嚷嚷着是你们把她赶出去，不让她回家，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所以才通知家属过来领人。闻言，韩瑞沉默片刻，语气平缓：我们可以带她走了吗？
可以去那边办个手续就行。民警指了指旁边的窗口。不过我得提醒你们，家庭矛盾最好还是内部解决。老人家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么折腾。谢谢您，我们知道了。办完手续，一个年轻的辅警带着我们去了一间调解室。门一推开，我们就看到了秦淑芬。她坐在椅子上，头发凌乱，眼神呆滞，完全没有了前几天摔碗时的嚣张气焰。看到我们进来，她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受惊的兔子，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祈求。妈，韩瑞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秦淑芬的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眼泪先掉了下来。韩瑞，阿晨，她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嘶哑：我错了，你们带我回家吧，我再也不闹了。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完全没有了之前的体面。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如果不是韩征出事，如果不是他撬锁被抓，他会认错吗？不会的，短暂的认错只是迫不得已，他只会变本加厉的报复。韩瑞没有上前扶他，只是站在原地，静静的看着他表演。等他哭声渐小，他才缓缓开口：妈，家，我们是回不去了。闻言，秦淑芬的哭声戛然而止，难以置信的看着他。那个房子我已经挂出去卖了，卖了。刚刚还卑微认错的老人，一听到房子要被卖，立刻露出了本性，眼睛瞪得像铜铃。你凭什么卖？那是你爸留下的房子，你这个不孝女！就凭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韩瑞的声音冷得像冰。爸临走前已经把房子过户给我了。这句话是压垮秦淑芬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愣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她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另外还有一件事要通知您，韩征出车祸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听到这个消息，秦淑芬的身体晃了晃，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去。你说什么？他开车撞了护栏，右腿粉碎性骨折，以后会残疾。秦淑芬的眼睛彻底失去了神韵，她引以为傲的月薪15万的能让她过上好日子的儿子残疾了，她整个人都傻了，目光呆滞，跟上我们上了车。回到医院，韩征还在手术中，看见我们带着秦淑芬回来，柳如烟的妈妈立刻站了起来，指着秦淑芬就要开骂：你这个老东西，你还有脸回来？都是你，要不是你天天在家作妖，我女婿怎么会出事？当秦淑芬失去了利用价值时，她在柳如烟母女眼中就成了一个纯粹的累赘。韩瑞扶着秦淑芬在另一边的长椅上坐下，走廊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手术室门上那盏红灯刺眼的亮着。大概又过了2个小时，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了出来，所有人都立刻围了上去。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说：手术很成功，命保住了，腿也接上了，但就像之前说的，恢复期会很长，而且以后肯定会影响正常行走。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很快，韩征被护士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他躺在移动病床上，脸上罩着氧气面罩，还没有醒。他的右腿被厚厚的石膏固定着，高高吊起。看着他毫无生气的样子，秦淑芬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随即大哭起来。柳如烟也哭成了泪人，跟着病床往病房走。韩瑞去办理了住院手续，缴清了第一笔高昂的手术费和住院费。等他回来，韩征已经被安置在了 VIP 病房里。病房里，柳如烟他妈正在数落着秦淑芬：哭，就知道哭，现在哭有什么用？早干嘛去了？我早就跟柳如烟说，不能让你住进来，你就是个祸害。现在好了，把我女婿害成这样，我们一家子都让你给毁了。秦淑芬低着头，任由他骂，一句话也不敢还。柳如烟在旁边并没有阻止，显然她也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了秦淑芬身上。就当韩瑞推门进去时，病房里的声音戛然而止。柳如烟的妈妈看见韩瑞，撇了撇嘴，没再说话。韩瑞径直走到柳如烟面前，把缴费单递给她。这是今天的手术费和住院费，一共12万8，我先垫付了。柳如烟看着那张单子，愣住了。后续的治疗、康复、护理还需要一大笔钱。韩瑞的语气很平静。韩征的公司，我刚打电话问过了，他这次算单方事故，不是工伤，医保报销完，剩下的都要自费。话音未落，柳如烟的脸刷的一下白了，眼神里充满了恐慌。月薪15万的丈夫倒下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姐，那我该怎么办啊？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第一次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韩瑞。见状，韩瑞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别担心，我那个房子卖了之后，钱分你们一半。韩瑞的话一出口，整个病房都安静了。柳如烟和她妈妈，包括一直处在崩溃边缘的秦淑芬，都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她。姐，你说什么？柳如烟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老房子卖掉的钱分你们一半。韩瑞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就当是我和叶晨替爸妈给韩征的，用来给他治病。柳如烟的妈妈眼睛瞬间亮了。真的？那房子能卖多少钱？地段那么好，少说也得卖个300-400万吧，一半就是100多万啊！她脸上的悲伤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毫不掩饰的贪婪。秦淑芬也抬起头，呆呆地看着韩瑞，她似乎无法理解韩瑞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有我站在韩瑞身边，心里一片冰凉。我看着他平静的侧脸，突然间明白了他的用意。我看着韩瑞平静的侧脸，忽然间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不是在发善心，他是在用钱买断这个家的所有牵绊。韩瑞看着柳如烟，缓缓说道：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只要有钱，什么条件他都愿意答应。韩瑞的目光从柳如烟的脸上移到了秦淑芬的脸上。从今往后，妈就由你们家来全权负责赡养。闻言，柳如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柳如烟她妈妈也愣住。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出钱，你们出力。韩征是妈最疼爱的儿子，现在他倒下了，妈理应留下来照顾他。你们拿了这笔钱，
韩征的医药费有了着落，而赡养妈就是你们应尽的义务。从此以后，妈的任何事都与我们无关。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我们会签一份协议，你们拿钱就要履行赡养义务，如果做不到，这笔钱你们一分也拿不到。这番话说完，病房里鸦雀无声。柳如烟母女俩的表情像吞了100只苍蝇一样难看。他们想要钱，但他们绝对不想要秦淑芬这个累赘。可这笔钱的诱惑力太大了。秦淑芬看着韩瑞，嘴唇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但看着病床上昏迷的韩征，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他已经没有资格再闹了。如果柳如烟家不要他，他就真的无家可归了。怎么样，想好了吗？这个交易对你们来说很划算。柳如烟咬着嘴唇，看向他妈，他妈的眼珠子转了转，最后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微微点了点头。柳如烟他妈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钱必须拿到手。至于那个老太婆，拿了钱以后，有的是办法对付。柳如烟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好，我答应你签协议。韩瑞点点头，从随身的包里拿出纸和笔。我这才发现，原来他早就想好了。从决定卖房子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设计好了这所有的一切。韩征的车祸只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他的计划执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写协议。赡养协议，甲方韩瑞、叶晨，乙方韩征、柳如烟。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写完后，他把协议推到柳如烟面前，签字吧。柳如烟拿起笔，手抖得厉害。他看了一眼病床上的韩征，又看了一眼他妈妈，最后心一横，在乙方的位置上签下了他和韩征的名字。韩瑞拿过协议，自己和我也签上了名字。他把其中一份递给柳如烟，另一份自己收好。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看着秦淑芬：“妈，以后好好跟着韩征过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下午，中介就打来了电话：“韩女士，您那房子太抢手了，其中有一位客户为了表示诚意，愿意在您报价的基础上再加5万块钱，只求能尽快签约。”好，韩瑞没有丝毫犹豫，就他了，约个时间，尽快办手续。事情顺利的超乎想象，当场就付了全款365万，一分不少。钱到账的那一刻，韩瑞没有片刻耽搁，立刻将一半转到了柳如烟的账户上。拿到钱的第二天，韩瑞就带我去了那个新楼盘，当场定下了那套98平的小3房，付了首付，签了购房合同。关于韩征和秦淑芬那边，我们没有主动打听过，他们也再没有联系过我。直到2个月后，我意外的接到了3姨的电话。看到3姨的电话，我鬼使神差的按了接听。喂，是叶晨吗？3姨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尴尬。是我，3姨。哎，那个，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最近还好吗？闻言我有些疑惑。挺好的。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好就行，好就行，不像我们这边都快闹翻天了。你弟弟韩征腿恢复的不好，医生说以后走路肯定要瘸。他脾气变得特别暴躁，动不动就骂人摔东西。柳如烟一个人照顾他，还要应付你妈，人都瘦脱相了。我姐，唉，你丈母娘她现在日子也不好过。柳如烟把那100多万看得死死的，一分钱都不让他碰，每天就给他30块钱买菜，多1分都没有。买回来的菜，柳如烟还要检查，几今天先买的贵了，明天先买的不新鲜了。前几天我去看他，他偷偷塞给我一个存折，让我帮他收着，说是他自己的养老钱，怕被柳如烟搜刮走。我看他那样子，真是，唉，可怜啊。我静静的听着，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可怜吗？但这一切不都是他自己选的吗？3姨的语气突然变得语重心长。叶晨啊，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气，但不管怎么说，那总是韩瑞的亲妈亲弟弟，现在他们有难了，你们是不是也该回来看看，搭把手？听到这，我直接笑了。3姨，我们签了协议的，从我们把钱打过去的那一刻起，妈的，赡养义务就跟我们没关系了。韩征的治疗费用，我们也一次性付清了，我们仁至义尽。话是这么说，但亲情哪是协议能断干净的？谁知我的回答把他堵得哑口无言。我语气坚定打断他：怎么不能？当一方只把亲情当成索取的工具时，另一方就有权利斩断它。3姨，如果没别的事，我先挂了。韩瑞下班回来了。没等他再说什么，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此时韩瑞正好开门进来，看见我拿着手机，脸色不太好。怎么了？是3姨打来的电话。我把通话内容跟他复述了一遍，他听完脸上毫无表情，接过我手里的手机，直接把3姨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以后这种电话一概不接。日子一天天过去，新年的脚步近了。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个不需要去丈母娘家，不需要面对一大家子复杂关系的春节。往年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陪着秦淑芬去应付她娘家那边的亲戚。今年我们哪儿也没去，我和韩瑞睡到自然醒，然后开车去郊外的一个温泉度假村，泡了温泉，看了星星，手机关机，与世隔绝。一直到初五，我们准备回去上班，才打开手机。手机里有几个未接来电，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打来的，估计也是受了谁的委托来当说客的。韩瑞看都没看，
直接全部删除了。还有一个微信好友申请，头像是柳如烟，韩瑞点了拒绝。我们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没想到1个星期后，我们会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再次见到秦淑芬。那天，我们公司组织去一家合作的养老院做公益活动，给老人们送些年货。养老院的环境很好，设施也很新。我和韩瑞负责给 A 栋的老人分发慰问品。分发到3楼的一个房间时，我推开门，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坐在窗边，背对着我们，对着窗外发呆。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背影佝偻，显得异常孤单。韩瑞走进去，把手里的水果篮放到桌上，客气地说道：“奶奶，新年好，我们是……”突然，他的声音顿住了。只见那个老人缓缓地转过头来，看到他的脸，我也愣在了原地。是秦淑芬，她穿着养老院统一的灰色棉衣，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浑浊。看到我们，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些什么，却又像不认识我们。我有些疑惑，他怎么会在这里？不是在韩征家吗？就在这时，一个护工走了进来，笑着说道：“你们是来看秦奶奶的志愿者吧？她刚来1个星期，还不怎么习惯，也不爱说话。”护工边说边拿起桌上的药盒，倒出几粒药，又倒了杯水，递给秦淑芬。奶奶，吃药了。秦淑芬顺从地接过药，放进嘴里，喝水咽了下去。我无意中瞥了一眼药盒上的标签，上面写着姓名秦淑芬，诊断中度阿尔茨海德病。我倒吸一口凉气。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这几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我震惊地看着秦淑芬，她吃完药，又缓缓地转过头去，继续看着窗外。她对我们的出现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憎恨或者欣喜。韩瑞站在原地，身体僵硬，我能感觉到他身体在抖动。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有些干涩地开口问道：“小妹，这位奶奶她是什么时候得的病？”哎，送她来的时候，她儿媳妇说大概有小半年了吧。说着，护工叹了口气。一开始就是忘性大，丢三落四，后来就发展到不认人，脾气也变得古怪，有时候会突然大发脾气，砸东西，有时候又像个孩子一样，谁的话都不听。小半年，那不就是从我们把她送到韩征家之后开始的？她家里人呢？韩瑞终于开口，声音沙哑的厉害。他儿媳妇把他送到这里来，就不管了吗？也不是不管，他儿媳妇交了很长时间的费用，不过就是人来的少，送来的那天来过1次，之后就再没见过了。说是家里病人要照顾，走不开。家里病人指的是韩征。我瞬间明白了所有事情。柳如烟拿到那180多万后，并没有用来好好赡养秦淑芬。当秦淑芬的病情开始显现，果断地选择了最省事的方式，把她送进养老院。好一招釜底抽薪。我们可以和她单独待一会儿吗？当然可以。护工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韩瑞缓缓走到秦淑芬面前，蹲下身。妈，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韩瑞。秦淑芬浑浊的眼珠动了动，视线聚焦在韩瑞的脸上，像是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韩瑞想去握住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他的那一刻，秦淑芬的身体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别碰我！他尖叫一声，猛地挥开韩瑞的手，身体拼命往后缩。你是坏人，你要抢我的钱，我的钱是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有出息了。秦淑芬一边喊，一边把手伸进棉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被磨得发亮的旧存折，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敌意。那个是3姨之前提过的，他自己的养老钱。韩瑞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缓缓站起身，沉默地退后了2步，然后转身离开了那个房间。离开养老院，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韩瑞一言不发地走到停车场，拉开车门，坐从储物格里拿出那个厚厚的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上面写下了今天的日期。养老院预缴1年费用15万元。写完，他合上本子，扔回储物格里。走吧。车子发动，汇入晚高峰的车流。你打算怎么办？我试探着问道。柳如烟把他送进来，至少说明他还活着，有吃有喝，有病能治，这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柳如烟既然收了我们那笔钱，就必须履行赡养义务。他把妈送进养老院，费用就该他来出。明天我会去找他。找他？对。说着，韩瑞的眼神冷了下来。我要让他把之前交的费用收据拿出来，并且把以后每个月的缴费凭证按时发给我。如果他做不到，或者中断缴费，那份赡养协议就有用了。第2天，韩瑞请了半天假，我知道他是去找柳如烟了。我一上午都心神不宁，我怕他们会再次爆发激烈的冲突。中午快下班时，韩瑞回来了。韩瑞回来后看起来很平静，甚至有些轻松。我小心翼翼地问道：“解决了？他怎么说？”他一开始不承认，说妈得了老年痴呆，在家天天闹，他实在没办法了，送养老院是最好的选择。我没跟他吵，我只是把我们昨天在养老院拍的照片和那份赡养协议的复印件放在他面前。我告诉他，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1号我要准时收到养老院的缴费凭证。如果收不到，或者我发现养老院那边中断了服务，那么法庭上见。到时候他不仅要退回那180多万，还要承担韩征后续的所有治疗费用。韩瑞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冷俏的弧度。他选了按时交钱。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柳如烟在铁一般的证据和冰冷的法律条文面前，所有的狡辩和撒泼都毫无用处。韩瑞用他最在乎的钱，给他戴上了一副最牢固的枷锁。那韩征呢？他也在家，坐在轮椅上，精神很差，胖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韩瑞说，我进去的时候
他正在对柳如烟发脾气。看到我时，他愣住了，就低着头，一句话没说。一场车祸不仅毁了他的腿，也毁了他所有的骄傲和体面。这件事解决之后，我们的生活彻底恢复了平静。柳如烟果然每个月1号都准时把养老院的缴费截图发到韩瑞的邮箱里。就这样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电话是韩瑞的堂叔打来的，他是唯一一个还和我们有零星联系的长辈，为人比较正直。韩瑞啊，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说。堂叔的语气很沉重。说，您尽管说。你们家那个老房子就是卖掉的那个，前2天被拆了。闻言，我和韩瑞对视了一眼，有些惊讶。拆了？怎么会？规划局的新政策，那一片都要重新规划，建个什么城市公园。堂叔叹了口气。你们那栋楼正好在红线里，上个星期就开始谈拆迁补偿了。听说补偿款给的很高，比你们当时卖房子的价格高了不止1倍。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涟漪。电话这头，我和韩瑞都沉默。这事儿啊，现在在老家都传疯了。柳如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天就闹到拆迁办。他拿着你们之前签的那个什么协议，说房子虽然卖了，但你们把1半的钱都给了他们，就说明这房子他们也有1半的权利。现在拆迁了，多出来的钱也应该有他们的1半。我简直要被柳如烟这神一般的逻辑气笑了。他还说你们早就知道要拆迁，就是故意骗他们，说急着卖房子，然后用1半的钱堵住他们的嘴，想独吞大头。拆迁办的人都头大了。堂叔的声音充满了无奈，突然他顿了顿。哦，对了，还有个事，韩征跟柳如烟离婚了。离婚？这个消息比拆迁更让我感到震惊。怎么会？因为什么离婚啊？还能因为什么？因为钱呗。柳如烟闹拆迁这事，把韩征的脸都丢尽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娶了个只认钱的贪心老婆，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2个人为此大吵了一架。柳如烟反过来骂韩征是个没用的残废，只会窝里横。这话彻底把韩征激怒了，2个人动了手。第2天，韩征就跟他提了离婚，柳如烟同意了，但是韩征名下的那套大平层，还有那100多万，他全都想要。我听得目瞪口呆。当初他们因为利益而结合，现在也因为利益而反目成仇，真是讽刺。韩瑞沉默了很久，问出了那句最关键的话。那我妈呢？此时堂叔的语气变得有些复杂。你妈还在养老院，离婚官司一开始，柳如烟那边就把养老院的费用给停了。养老院联系不上柳如烟，就联系了韩征。韩征现在自己都焦头烂额，哪有钱去管你妈？他让你3亿他们那些亲戚凑钱先垫着，可谁愿意出这个钱啊？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最后养老院没办法，说再不缴费就要把你妈送出来了。说着，堂叔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韩瑞啊，叔知道你们受了很多委屈，但现在你妈她是真的没人管了，她病成那样，要是被养老院赶出来，就只能流落街头了。你看，韩瑞没有立刻回答，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叔，我知道了。”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又要做出选择了。韩瑞站起身，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停在我面前。叶晨，去把养老院剩下的费用结清。他看着我，眼神异常平静。然后给他换一家条件更好、更专业的临终关怀医院。临终关怀这4个字让我心里猛地一颤。韩瑞，这……我不会把他接回来。似乎知道我想说什么，他直接打断我。我只是想让他在最后这段路走得体面一点。他这辈子都在追求体面，瞧不起我们，巴结韩征，是觉得韩征能让他体面。可到头来，他最看重的儿子和儿媳，却让他落得最不体面的下场。从此以后，我们和他就真的两清了。第2天，他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了一家在业内口碑很好的临终关怀医院。那家医院离市区很远，山清水秀，环境幽静。他还亲自去考察了环境，和医生进行了沟通，然后为秦淑芬办理了转院手续，并且一次性预缴了3年的所有费用。晚上他回来后，神情很疲惫，但眼神却很轻松，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都安顿好了，那里的医生很专业，护工也很有耐心。他住的是单人间，很安静，窗外就是一片竹林。他见到你有什么反应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闻言，韩瑞摇了摇头。他好像比上次更严重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我跟他说话，他也没什么反应，只是我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韩瑞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我手心，是一颗水果糖，很老式的包装，糖纸都有些发皱了。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一种糖。韩瑞的声音很低。那时候家里穷，一颗糖要含很久才舍得咽下去。有一次我发高烧，一直哭，他就跑出去，半夜敲开小卖部的门，给我买了这种糖回来。我以为他早就忘了。我握着那颗糖，感觉手心有些发烫。在秦淑芬混乱的记忆里，或许已经没有了韩瑞这个女儿的模样，但那种源于母爱的本能，却以这样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半年后，韩征和柳如烟的离婚官司终于有了结果，最终判定韩征名下的大平层归他所有，但需要补偿柳如烟100万。一场婚姻最终以金钱的分割而告终。2人在法庭上
像仇人一样对峙，没有半分情面。又过了1年，初秋的午后，韩瑞接到了临终关怀医院打来的电话。挂了电话后，韩瑞在阳台站了很久。医生说他是在睡梦中走的，没有任何痛苦，很安详。韩瑞转过身看着我，眼眶有些红。我们没有办葬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一个人去了医院，领回了骨灰。他把骨灰盒安葬在了我岳父的墓地旁边，墓碑上他只刻了他的名字秦淑芬，没有慈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称谓。做完这一切，回家的路上，夕阳正好，金色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宁静。